长岛这一边啊，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！不要过来，我不打了，不打了！曾2次打败武僧一龙的日本拳王，没想到却被邱建良打了个人仰马翻。要不是这家伙的脑袋硬点，恐怕邱建良能直接把这家伙的脑瓜子打成猪脑袋。酿成这一切后果的起因就是长岛太嚣张。中国人简直太可笑了，弱得跟狗一样，根本不配合我打比赛。如果再让我碰上中国人，见一个打死一个。这一次我去中国一定会凯旋而归，不把邱建良打废，我是不回国。不信咱们走着瞧。简单介绍一下长岛雄一郎，他来自日本，算是第一批来滑踢馆的日本选手，2次打败武僧一龙，算是让他捞了把大的，竟然让一个小日子在中国擂台打了个翻身仗。经此一战，长岛彻底成为了中国选手首要攻击的目标。他不仅实力强大，并且气焰也十分嚣张，不把中国选手当人来看，当众羞辱中国选手和中国功夫。身为中国搏击第一人的坦克邱建良坐不住了。与此同时，长岛打着在中国擂台长期发展的幌子，则是率先一步向坦克邱建良发起了挑战。这人不作死就不会死，更何况是一头小鬼子。俗话说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既然长岛是来给邱建良送战绩的，那么邱建良也没有不打的道理。面对送上门口的小鬼子，邱建良当然要拿起大刀砍向小鬼子的头颅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。拿起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。黑色拳套是小日子长岛雄一郎，黑白色拳套是中国智能坦克邱建良。因为这几次的比赛呢，有幸跟邱建良一起解说嘛，也经常跟他聊他的比赛的战术。他的比赛战术更多的是掌控在这个心理上的控制啊，要猜对方要做什么，转身后蹬。长岛的拳是很有力量，而且粘性很强。长岛不仅是第一批来滑踢馆的日本选手，并且还是以粘性打法为核心的作战高手。空手道和泰拳融合版本就是长岛这样的选手，抗击打能力强的同时，还可以用超高爆发力威胁对手性命。比赛才刚开始，邱建良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压力的到来。毕竟长岛曾经2次打败过武僧一龙，真要是没点实力，他也不会出现成为邱建良的对手。两个人臂展差的是4厘米。还是要小心啊，不能残暴，而且是冲进去的时候脑袋不要先朝着对手。我觉得这个对于长岛来说应该还好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则的执行其实关于邱建良的事迹并不需要多说，大部分拳迷粉丝都特别了解邱建良，甚至比小编了解的还要多。打了这么多年比赛的邱建良，打败一个长岛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情，只是碍于长岛惊人的爆发力和超强的抗击打能力，邱建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一下。反倒是长岛这边是刚才有个游走啊。前摆打到了。哇！旋风踢，这个挂到了这个。别看长岛对中国选手的战术打法极为了解，但邱建良这种隐秘性十足的战术打法，一般人还真无法在短时间内摸清楚。要想摸清楚邱建良的战术打法以及作战计划，首先长岛就要付出100倍甚至1000倍的努力。然而邱建良岂是等闲之辈？他迅速调整策略，以灵活的步伐和精准的打击，逐步瓦解长岛的防线和战术打法。应该是滑倒了，滑倒了。这个绕进去的左摆还是很有威胁，已经好几次，你看，又是摇臂进去，左侧、右侧、左侧。这边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进攻的这个企图啊，你看又是同样的动作，又躲开了。长岛的粘性打法在其他人面前或许有点用处，但在邱建良面前显得特别不堪一击，甚至连邱建良最基础的防御都无法攻破。盲目的进攻并不会让邱建良感觉到危险来临，有可能会让邱建良误认为长岛是强弩之末。实在没办法的长岛使出了各种办法，都很难突破邱建良的防线，让邱建良感觉到危险来临或者是压力倍增。邱建良这边呢也是将计就计，那我干脆跟你贴死。对，贴死然后进攻。铁英华很擅长面对这样的选手，只要你箍我的颈，就连续打击把你打开。比赛进入到第2回合。也不知道武僧一龙是怎么败给长岛的，把中国功夫的脸面都给丢完了。要不是有邱建良这种爱国主义搏击选手的出现，恐怕中国功夫早就沦为了外国人的笑柄。这才过了多少年，那一批入侵中国国土小日子的后代又开始搞事情。中国早就不是50年代的中国，
胆敢再次来华侵犯，中国搏击勇士必然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好的，低扫。邱建良的这个挂高扫啊，这个很擅长这个。对，刚才平勾，然后走的一个白拳，漂亮。在绝对速度上呢，邱建良快，邱建良肯定要快，哎，爆发力更强。长岛看这肌肉类型就不是爆发力的选手，对，是那种粘贴在身上跟你对攻的。无论长岛使出什么样的进攻招式，都无法破解邱建良隐秘的作战计划，不仅不会给邱建良制造麻烦，并且还会遭到邱建良猛烈的反击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留给长岛的时间不多了。真要是照这样打下去的话，恐怕长岛撑不到第3回合就会被邱建良狠狠暴揍一顿。是用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挂到了。如果是后脚跟的话，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。上勾，长岛。对，邱建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，很有些拳击的这种味道。是啊，长岛一个左摆打到了。我在邱建良的枪林弹雨里找到了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。邱建良好的，又是跟对手抱住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挑战邱建良。长岛本想打败邱建良，趁此机会称霸中国擂台，殊不知邱建良早就已经盯上了长岛雄一郎，只差一个合适的机会狠狠收拾他一顿。还没等邱建良找长岛的麻烦，没想到这家伙却率先不易找到了邱建良，扬言要把邱建良这辆坦克打报废，成为万人唾弃的报废坦克，恢复的很快啊。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，全力往前突了。扫踢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难道小日子真以为邱建良是好欺负的吗？真要是等到邱建良发怒的时候，长岛再想逃跑的话，那就晚了。此时此刻，比赛才刚刚进入到第3回合，季赛投降保留拳师还来得及，一般普通的重拳出击，长岛都抵挡不住，更别说邱建良发怒的时刻了。不把长岛的脑袋打半价，邱建良都没办法和爱国人民交代。后手打到了啊，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，因为发力进程长岛更长。对，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，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，有效的进攻。邱建良可以失误很多次，但长岛只有1次失误的机会。高扫失误的邱建良顶多是被摔倒1次，这一次失误也让邱建良意识到了危机，再不快速将长岛解决掉，恐怕接下来长岛会给邱建良制造麻烦和威胁。刚才是把长岛打了脸色一变。展示的后蹬，后手前手打退了，后手拳漂亮，左摆右摆，连续的进攻。我们看，那长岛这一边啊，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。好的，漂亮，打倒。邱建良说到做到，说不给长岛存活的机会，那就一定不会给他存活的机会。此时的邱建良才刚处于爆发状态，他是多么希望长岛能够站起来投入到战斗之中，结果裁判为了保护长岛不被打死，只好奉劝长岛要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这已经是7秒啊，对，才开始读秒，没错。最终邱建良获得了比赛胜利，这一次胜利彻底摧毁了长岛的白日梦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？